小人斗胆猜测，还请侯爷勿怪。曹公公的都尉司，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他与侯爷无冤无仇，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？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，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？小人初到京城，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，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。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，便将小人带走。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。至于个中缘由，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。本侯与他是有些过往，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，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，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。可是侯爷，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？行了，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，你先下去吧。侯爷，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？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，若是无人护卫，只怕会有危险。曹公公真要杀你，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。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。这么说吧，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，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，他就没那么容易动你。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，侍奉侯爷，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。不必担心，就算你入朝为官，也是本侯的人。谢侯爷厚爱，任凭侯爷吩咐。来，师傅，敬您一杯。啊！平津侯要给你升官，说极品没？俸禄是多少？8字没一撇呢。而且我看他的态度，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，但我的心思在青天剑。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？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，视人命如草芥。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，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进到侯府以后，平津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，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。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。他选择你，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，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。所以我要去青天剑。楚怀明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，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。这是我的一份心意。没有银楼的标号，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手艺不精，让肖老板见笑了。臧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，这图花雕得不错。陆晋的死，曹敬贤看出端倪了吗？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，倒也不敢做什么。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，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。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？
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当然，全听香老板的。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，你有约了吗？那你陪我出去玩。在中元节？你怕鬼啊？倒也不是，只是这样，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。没事，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，银子越还越少，人情可是越还越多。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侯爷，您看，这些云聚在一起，像不像一只瑞兔？江海啊，今日正逢中元节，有这样的天象，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？回侯爷，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，颇有几分特别。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，只和星月与时令相关，风云万变，仅凭这个，小人也不敢妄言。呆子，看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上来！坐。打扮的还挺精神。今晚是7月半，是你的节日。我的节日？我又没死，为什么是我的节日？穷鬼也是鬼嘛。那香老板呢？我孤魂野鬼。香老板坐拥枕楼，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，还会觉得孤单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？高枕无忧。聪明。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，烦恼都留给了我。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。枕楼还是太小了，要是能有个1000座、10000座，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。香小姐说的对。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？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、香老板的叫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，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。
随你便，臧公子。她美吗？美。那她美还是我美？自然是香小姐更美。那我美在哪儿？香小姐眉若细柳，眼似星河，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嗯？回答不上来了。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？咱们俩只要见面，可总没好事啊。谁说没好事啊？我觉得有趣的很，不是吗？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！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万盏。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香小姐竟有1万个情人故去了？我怎么会这样想？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？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？因为我有钱。看得出来很有钱了。我听说，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，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。那你也写吧。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。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。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。你听，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此处甚是安静。安静就对了，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。你躺下，那么拘谨干嘛？这椅子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呆子，藏海，你那么会看鱼，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？你看，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，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，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哎，你看那几颗星星，哪几个？
那几颗，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？小嘴，不像啊。有一点点。不过你说的这4颗星呢，叫姬宿，旁边是尾宿，它们组成了青龙7宿的龙尾。我觉得不像龙尾。哎，你再看那几颗那几颗啊，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？你笑什么？不像啊？像。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，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绣，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，是吧？那这么说来，我也会看星象，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。不过你看啊，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，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。美人虽然珠宝在身，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。泪水？那她为什么哭了？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，终其一生都不快乐。她在异乡等啊等，等了一辈子，也没人接她回家。那她远在家乡的亲人，一定很思念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她的眼泪流干了，她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，八公子的戏本，不会是你编的吧？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，也不止你一个。
吉星好风，必星好雨。月之从星，天降甘霖呐！中州久旱之地，终于要降雨了，大吉呀！月离雨毕，彼滂沱矣。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？回大人，工部的水文汇报，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，3年没有降雨，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。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，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，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。大人，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，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。除了中州的旱情，天上地下一片安宁。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，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！青天见报喜，必有后赏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！中州旱了那么久，终于要下雨了。我家就在那边，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呀！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中州人，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中州旱得厉害，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，邪乎得很呢。是啊，终于有雨了。是。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钦天监发榜一事？本侯听说了，钦天监报，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，解久旱之苦。看来昨日的祥云确是吉兆。臧海，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。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，但小人心中有疑虑，想禀报侯爷。说。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。中州虽然会下雨，但并非急雨，而是凶雨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小人昨夜观星，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，但是这雨来得难，去得也难。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，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，日环主涝，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，最终成汛冲毁堤坝，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。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，白云彩霞，聚散离合，都只是巧合而已，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。此话当真？小人愿以性命担保。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，疏散民众，夯实堤坝，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。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？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，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。侯爷，这皇上此刻正高兴着，这个眉头本侯不想触。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，万一你算错了，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？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，也和本侯无关。那中州的百姓，那也是他们的命。此事不许再提，下去吧。是。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，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。若事情真如你所料，一旦防汛不利，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
他是要去争一争的。他要去争权，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。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，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，流离失所啊？就算有大涝，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？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，您猜，维护堤坝的人是谁？庄知府。正是。以此人的贪性，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。中州本就少雨，偷工减料远也看不出来，但如今久旱未雨，夯土早已风化流失，遇水则溃了。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！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，取而代之吗？这一次，是他自掘坟墓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，让他阻止灾涝，救下中州百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我父亲曾经说过，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的旨意，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。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，避免灾祸的发生。好头儿啊！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，但楚怀民现在是青天剑监正，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，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中州久旱将雨，此乃大吉之兆啊！太好了，终于要下雨了，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！那可不一定。谁啊？谁？哪来的野小子？你敢质疑钦天监？我告诉你啊，钦天监监正楚怀民那料事如神，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，肯定错不了。是不是？是啊，天象论断，去观其变化，察其原委。楚怀民急于邀功，并未探查分明，便妄下定论。这一回，他犯了一个大错。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吉雨，而是杀人的凶雨。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？是啊，这雨能杀人，太吓人了！你给我站着！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亲眼所见。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，那是老天爷显灵，肯定是吉雨。是啊，那天象的确难得，但是楚怀民看错了，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日观天文，白虹贯日；夜观星象，月离于弊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，而是大凶之象啊！大凶！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。这个，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，是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。你是中州来的吧？啊，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？有，那就是日环如轮，是雨兆。真有啊！但如今夏秋之交，7月流火，西方白虎7宿露头，这其中的必秀，便是雨师。乡亲们，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！哎，公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？昔日，司马入寇西蜀，孔明大破魏兵，二人皆观星而言，见毕星于太阴，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。
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有点道理啊。这中州啊，久不逢雨，水土不适，一旦这雨下个不停，那肯定会发大水呀！一旦冲毁堤坝，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，良田一去不复返呀！这楚怀明，侯爷呢？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，所有外科一应谢绝。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。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，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。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？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我若不说的严重些，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。所以我情急之下，才临时想出这些说辞。每年都有王侯将相身死，每年都有天气异象。我只说了将星陨落，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。哎，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？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，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，定要杀了你。我只需要再等几日，便可以向他证明，我是对的。二公子，你帮我看看，能不能从你爹舅部那儿传递消息，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。好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。这几日看紧了，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。大人，中州已接连下了3日的雨，旱情大有缓解，一切有条不紊。已经下3天了，雨势如何？似乎未有缓释啊。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，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。大人，中州大雨已连下4日，雨量已是10年间最大，地势低缓之处已有蓄水之势啊。去吧。中州大雨已连下5日，河水泛滥，雨水滂沱，山间岩体滑落，损害民屋10余座，伤近100人。再报，中州大雨已连下6日，救河水位越来越高，已紧急派人加筑堤坝。若有不听，再下2、3日，恐有绝地之势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楚大人，赵管家，您帮我通传一下，我要见侯爷。侯爷这些日子有些抱恙，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。楚大人，您请回吧。凭什么？啊？凭什么？赵海，你不能好死！公公，什么意思啊？公公的意思，
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。公公不准备救我了。公公不能不管我呀。公公说了，中州雨势不缓，皇上夜不能寐，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。楚大人，你断兴有误，祸国殃民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义父，他走了。藏海，又是这个藏海。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。青天剑监正，哟，楚大人来了。藏海老弟，你可真精神呐！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？哎呦，这看楚大人的脸色，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，大雨成训了吧？藏海老弟，你是侯爷的幕僚，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，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。你要是想当官呢，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。你要是想要钱呢，我帮你谋划，想要多少，开个价。哎，藏海老弟，藏海老弟，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，此次星象呢，吉凶参半，我猜准的是吉，你猜准的是凶，咱俩谁都没猜错，啊，就是没猜全。这样的话呢，我顶多就是个失职，你也保住了性命。两全其美啊，你看怎么样？楚大人啊，你是在求我啊！吗？哎，小人学艺不精，断错天象，罪该万死。藏兄，当初引荐你入侯府，我也有一份功劳啊！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，救我一命。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不瞒楚大人，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，我真的很心动。是啊，那咱们就……但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、真假善恶，都可以两全其美，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，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。哎，楚大人，这戏一旦开唱，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？藏海，你是铁了心要害我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？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，那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？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，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，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，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，又与你有何仇怨？楚大人，你是青天剑监正，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、因果报应的道理吧？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，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，还是来跟我道别的？你呀，全都算对了。但今日是你的死期，你算到了吗？楚怀明，你错报天象，最多褫夺官身，打入大狱，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。你要是杀了人，
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杀人偿命，你害死了杨真，害死了曲娇，你也该偿偿命吧？杀了你，我就离开京城，朝廷再也找不到你。你能掐会算，也躲不过一死。我15岁就进了青天监，兢兢业业，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日思夜盼，费尽心思，好不容易攀上了平定侯的高枝，当上了青天监监正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走到这一步，花了多少功夫，受了多少委屈。你就是因为你藏海，让我一夜之间一无所有。你是当了青天监监正，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。害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我往上爬怎么了？错了吗？没有你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楚怀明，哪怕是身败名裂，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。楚怀明，你陪葬。去死吧你！刘大人，来人啊！这是什么味儿？快去看看！来人啊！邹水了，邹水了！快去叫人，快啊！我们这儿呢，救火快！来人啊！走水了！快！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帮我。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，恐怕他要杀我，只有放火意图。届时你一定要按计划行事，不可来救我。侯爷，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，止也止不住，恐有洪涝之势。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？第7日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外面怎么了？牢房邹水了。藏海呢？人还在里面没出来，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。二公子，楚大人，干嘛那么着急走啊？啊，我刚拜见完侯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在侯府杀人放火，还要逃吗？跟我去见侯爷。不去。
妹妹受伤了，您怎么会？今天算你命大。好好的牢房，为何会起火？府兵们说，着火之前，那个楚大人来过。楚怀民啊，他人呢？父亲，你看，父亲，楚怀民，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侯爷，不是我。儿子亲眼所见，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。是他，他想杀了我，杨震跟曲教都被他。侯爷，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，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中州传来急报，雨势太大，堤坝多处被毁，河水倒灌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。那中州的百姓如何？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，已经撤离了很多，但还是死伤数千。还有一事，众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，堤坝被冲垮时，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，尸首已在下游找到。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。起来，侯爷，藏海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你不得好死！哎呀，快去取水来呀！快！快点！你是说，侯爷亲自进了火场，为了救藏海？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。谁放的火？楚怀民。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，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。福儿，快去看看你父亲。好，夫人不必担心，臧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。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。福儿，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。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，不应该是你吗？侯爷，医官马上就到了。一点小伤，无需大惊小怪。等他们来了，都处理好了。继续。那侯爷忍着点儿。果然如你所言，大将军殉国，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。不瞒你说，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？侯爷多虑了，小人曾经跟您说过，侯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，从没怕过死，但在京城住久了，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还好本侯有你，能替本侯未雨绸缪。侯爷，小人一介布衣，承蒙您看得上，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。
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。子海，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，兵是兵，将是将。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。之前这样对你，那是情急所致，别怪我。小人不敢，都怪小人先斩后奏。行了，你也是为本侯着想，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。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别辜负了我。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，延误祸情，致使中州大涝，伤民伤财，又欺上瞒下，谋害人命。今罢免官职，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，刑前杖责50，即刻行刑。大恩如大仇，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。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，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，就是变成了怨恨。这天下间，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，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？哎，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，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？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钟之祥，因为他一旦见到他，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。这种痛苦越是隐藏，扎根越深。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？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。只是后来，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，本侯待他，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，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
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，但为时已晚。花圃里的梅花，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小人想起一首诗：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，有备之。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幼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。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，你更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谁？大人，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侯爷在里面，臧大人，请。侯爷。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，好好想一些事情。小人愿为侯爷分忧。你觉得傅之宗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小人不明白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哪怕你有千秋功绩，也抵不过帝王无情。小人认为，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。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，是皇上的外戚。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
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。傅志松一死，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。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，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。你说，本侯该不该争？军中有许多将领，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。您当年的副将，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木骑营。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，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。你是让本侯做事，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侯爷，这件事儿，您不是在和别人争，而是在和皇上争。小人想，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。侯爷不妨再等几天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而小人认为，侯爷不去争，定有好处。若侯爷想重新掌兵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侯爷请吩咐。这件事情一旦知道，将没有回头路。要想清楚。藏海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，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，是一个叫鬼喜的东西。鬼喜。武和35年，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，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，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，横扫大半疆土。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，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。去禀报将军。是。东夏女王祭出一样至宝——鬼喜，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，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，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所以本侯发誓，
一定要找到鬼玺。6年后，大庸重整兵马，再一次出征东夏。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，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，被打得俯首称臣。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。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，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，想据为己有。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，却没能成功。而这个童鱼，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。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？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已经死了。那是他的命。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 10年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却始终找不到。本来心都淡了，可现在有了你，就不一样了。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？没错。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。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敢问侯爷，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？什么意思？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，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。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。 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。这铜鱼，小人虽未见过，但东夏的鱼图腾，小人倒是见了不少。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，寓意丰年富饶，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。果然见识不凡，心思机敏。没错，这铜鱼不止一条。本侯就知道。 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。那其他的铜鱼，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？别的铜鱼你不用管，本侯都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等你找到鬼玺，本侯必不会亏待你。藏海赴汤蹈火，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。 鬼玺，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，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，东夏君王的秘宝。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。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，大庸都无人知晓。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，还带了回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。 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，他说他全都有数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就在其他2个仇人手里。不过，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，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3个人的事儿。饭要一口一口吃。 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，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，往后做起事来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师傅，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？师傅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。
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。看来只要找到鬼喜跟童鱼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第3个人。侯爷、夫人，张海，快坐。坐。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知道吗？前日，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，本侯称病未去。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服出任中军都督。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，皆被降职责罚。虽然本侯未去，皇上并未责怪，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，赏银1000两。侯爷英明，不争不抢，反而得了圣心。还有一件事，前些日子，我给内阁递奏本，举荐了你。臧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名动京师，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钦天监监正。恭喜啊，臧海，不，臧大人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二公子。坐。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，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，你俩共沐皇恩，要替皇上好好办事。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臧海的。多谢大公子。短短半年时间，臧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。楚怀民学艺不精，怎么比得了臧大人？都是仰仗侯爷照拂，沾了侯府的光啊。监正属五品，你将有自己的宅邸。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，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，收拾收拾，明日便可搬进去。侯爷大恩，小人永不敢忘。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。行了，今后见到本侯，不用再自称小人，该自称下官了。是，侯爷。大人，爹，你也是官，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？坐马车的是官，2条腿走路的也是官。况且，习惯了坐那种马车，就懒得走路，再也下不来了。拜见臧大人，您里面请。
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袖里藏，惊雷无声响。爹，我又长高了，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。都玩了这么久了，知道这个简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观星的。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？不知道。想不想学？想。过来。你认得上面的4游环吗？嗯。试着转动它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对，你再移动上方的窥横，转动3个刻度。到了晚上，透过这个圆孔，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。真的吗？我心滚烫，翻云是我，浮云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星星是我，风电是我。当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袖手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是我，你也是我。拜见监正大人。诸位请起。大人，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。下官洛克司武官窃胡郎林卫。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。大人，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。监后司呢？回大人，监后司武官平议郎石权称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。无妨。监正大人，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。朝廷设钦天监，是为敬神恤民、兴利除害。钦天监虽小，但无论是观星卜筮，还是堪舆营造，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。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，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。大人，您太谦虚了。要是您这么说，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？大人，下官好奇，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？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对比之下，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。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，还要多多指导，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。闲话聊完了，该聊公务事儿了。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带了。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。大人，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、监测天象外，主要忙于修订夏历，详细划分各个节气，以便百姓顺应天时，休养生息。洛克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，报时报更。事情虽小，但重在精细。臧大人，您颁布的3条政令，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。这第1条，言之有理，各司其职嘛，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。这第2条，驾商之事啊，大人，朝廷屡禁不止啊，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。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，定会引发民怨，所以我们钦天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您刚才说的果农田地之事，那都是楚大人在任时的意思，并非我。你这么说，
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，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？不，大人说笑，大人说笑了。下官区区一介司隶郎，哪敢有这个意思呀？我颁布这3条政令，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。各位，无责加免，但若是有，本官自会公事公办。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？那以后呢？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！新官上任嘛，总要虚伪片刻。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？送完礼，就不是公事公办了，而是私下交情。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？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，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？你怕啥？你让他查去，我早就处理好了。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，我管他是谁的人。这个监正不懂事儿，自有懂事儿的人来当。这些是烧给谁的？回大人，楚怀民在流放的路上死了。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我们监后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，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。我查阅过青莲剑的记录，楚怀民对你并不好，你为何要祭奠他？我们俩本是同窗，但境遇却截然不同。楚怀民他比我会经营，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。他那时候的风光啊，和你一样。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，准备启程回老家了。楚怀民留下了我，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机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他留下我，只是为了方便敛财。楚怀民是有能力的，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，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。但是楚怀民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，他排挤你，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。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，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当年他得势之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，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。我还是很感谢他的。这些信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反正都要烧了，大人请便。这信里写的，字字真情实意。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。大人见笑了。别人懒得听的建议，算什么好建议呢？谁都知道怎么让青天剑变好。楚怀民也知道，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，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。怀民啊，现在我把这些信烧给你，你在下面好好看吧。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，帮我一起把青莲剑变好吗？
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，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。我不是楚怀明，我若不好好做，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。都听大人的。大人，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，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哪里？城西泰安乡。常大人，我妹妹她怎么样了？北上，我们出去说。没事啊。大人，我妹妹她还有救吗？文生，我也不瞒你了，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，可能也就剩1个多月的光景了吧。事到如今，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。像我们这种人家，没什么能置办的了。这些年给小妹治病，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给你准备了。你看，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前日我去定邑侯府请安，到了我才知道，侯府的3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，已经不幸夭亡了。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，老夫人的意思啊，让我给她配个好姑娘。我想来想去，你妹妹最合适。要给小妹配伤？你妹妹命好，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，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，有福啊！侯府说了，这些只是定银，配伤成功了，入殓下葬，他们侯府都包办了。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。只要是对小妹没坏处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哎，文生，这个钱你拿着。不过，侯府也有个条件，3公子明日虚实入葬，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。可小妹她还没死啊！不是大人，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1个月的光景吗？我说最多1个月，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！文生，这是钦天监的秘药，不会有任何的感觉。哎，你要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？文生，你先不要急嘛。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，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，而且你今年20有8了吧，也没有婚娶，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？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。梁文生，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吗？要不是因为我人好，你妹妹早就没命了；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，你也早就饿死了。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，图个什么？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。所以你早就算计好的，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配伤。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？你给我放开！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，你不同意是吧？我自己来。你，来。
是你们家祖父让马路听音，你不是太君你。赵民，赵民，别打了，求你，赵民，别打了，赵民，求求你放过我哥哥吧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一个唾沫都不会给你留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大半夜的召见我们，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？我都睡着了，又让小厮给我叫起来，真折腾人。大人，都来了，坐。诸位，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叫梁小烟。梁姑娘虽已身患成科，但并非药石无医，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，这是为什么？梁小烟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，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，早一天晚一天，却有着天壤之别。石雷，把人带上来。老实点。这些，就是常无医这些年做的勾当。他借着医馆做掩护，以救治病患为由，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，逼其为王公贵族配伤，致其殒命。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，小人和舍妹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。配阴婚，还要择吉日下葬。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？闵世宁，常无医他什么都招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人，小哥知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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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宁常无医，其心可诛，罪恶滔天。即日起，革职查办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。大人是他，是常无医让我他的主意。大人是他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。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，里面有许多人，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、任人唯亲。今晚我就待在这里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。说得早的，酌情处罚；若是不说，被本官彻查出来，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，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。大人，下官有失禀报，请大人明鉴。大人，下官也有失禀报，请大人先听我讲。大人，我也有话要说。大人，下官也有失禀报。大人，二公子，先生，我刚去见了侯爷。我本想去登门贺喜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，正好，直接给你吧。多谢二公子。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，现在又有了官身，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先生，
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我今日前来，正要找你说此事。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，我想让你从军。从军？没错，想要超过庄知府，就要另辟蹊径，做他做不到的事。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，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就算我决定要去，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。那就去求他，一次不行就求2次，2次不行就3次，求到他同意为止。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。是。来，哎，搁这，这，放这。哎，放这儿啊，好，可以。哎，对，这个是在这儿啊，好。哎呦，大人。石雷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现在才回来，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？恭喜大人！师傅，你老是大人的叫，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。你得习惯，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，做戏得做全套。知道了，高管家。那就请大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。这还要问我要啊？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。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？小海，这里是你家了，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。多谢师傅，但这不是我家。好，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，是你歇脚的地方，行了吧？小海，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，在哪里就是家。走，今晚好好喝一杯。走，还可口吧？不错。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。给我们石雷吃点核桃补脑。那你得多吃点。我是吧？这虾不错。可以吧？喜欢多吃点。现在小海在，我相信金殿剑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。来，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，祝你高升再高升。多谢，来，恭喜！哎，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，然后再参曹敬贤一本，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？哎，疯了你！行了，参多少本都没有用，这些奏本根本就递不上去，只会暴露我自信。我丁也没有说你们。这以后啊，还得再谨慎一些，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，听见没？都记住了。府中一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，往后啊，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，官封是药郎，家丁丫鬟都身家清白，放心好了。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啊。这不都是托臧大人的福吗？来，谢大人。好啊，你们都学会拿我寻开心了。来，再快吃菜吧，都凉了。尝尝这个。大人，看着这个就。见到一位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，现在人就在门口，还带了许多东西。哎，有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才搬进来几天呀，香老板就亲自登门，这可给足臧大人面子了。小海，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？哎，他带什么东西了？你赶紧让他进来！这香老板可厉害了，你别让人家久等了呀。行了，我去接他进来。记住啊，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。别说啊。臧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，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。香小姐大驾光临，本官有失远迎啊。现在都自称本官了，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？小女，香小姐，千万使不得，您可是我的贵人啊。要行礼，也是在下行礼。
东西都放这儿吧，出去等我。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？请。臧大人，你这儿可好得很啊！平津侯真是爱重你，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。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，倒也挺雅致的。可惜，今夜看不到星星了。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？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过呢。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？看出什么来？哎，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，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，能不能收？快去！有事了，有大事儿。你能跟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，现在想想。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，都不是瞎编的，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！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。若是楚怀民在抬头看天之余，也能低头看看地上，常怀一颗敬畏之心，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。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，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。你还真是个好人呐！那以你的看舆本领，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？古人曾说：“知天意，逆天难。”很多时候，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，也还是无法阻挡。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！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，现在才过去多久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。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，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。哼，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。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？怎么不想？我巴不得你多来枕楼花些银两呢。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，也依旧是个穷鬼啊！在这京城里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，官越大，我越不喜欢。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！怎么，要发官威了？香小姐说的，让我想起了一些话。什么话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当了官，坐上马车，就会懒得走路，就再也下不来了。听着有些道理，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？谢谢香小姐提醒，藏海谨记。你还挺听话的。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，招待不周，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。跟他们喝酒没意思。你若是想喝酒，以后来八珍阁找我。我今日前来，除了祝贺你上任，还有件事想问你。请讲。那日在船上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香小姐眉若细雨，眼似星河，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回答不上来了。怎么着，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？这里是军营，不是客栈，自己找。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？茅房是单间，你住不住啊？笑，都笑什么笑？一个个都给我老实点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们齐的人。沈小琴，赶紧归置归置。
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啊！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。瞧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。啊，我看行。哎，哎呦，少爷没事吧？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没事吧？哟，你不会是要哭了吧？啊，少爷要哭了，少爷要哭了！放肆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，谁呀？沈将军呐？哟，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！原来是沈将军啊！你可吓死小爷了！哎呀！这有人了！哎呀，怎么办呀，少爷？哎，门口那个地方好呀，风吹下来你挡着，还能强身健体。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啊！藏海可有发什么牢骚？没有半点不耐烦，就在那儿坐着，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。来，这个藏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，也不如厕，真是厉害。你不是说过，男人的耐心在哪儿，情谊就在哪儿。我让他等我1-2个时辰，不过分吧？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，还是你自己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，藏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。那就请她上来吧。是。哎，算了，我亲自下去找她。冯六姑娘，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？大人，您稍坐，再喝点茶吧。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。这都已经第6副茶了，再喝嘴就要起泡了。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，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，改日再来。大人，您不再等等了吗？香小姐的意思，我想我应该懂了。大人，您说什么呢？您再等等，我去问问。哎，不必了，替我谢谢她，告辞。大人，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！会的。小姐，他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？是不是一直催你？藏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，已经走了。哎，小姐。就这么走了？小姐，他好像误会了，以为你改变了心意。他走时都说了什么？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，还说谢谢你。我什么意思？我能等他，他等我就不行吗？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。小姐，现在追上去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凭什么？
然他这么有骨气，那我也不伺候。以后他要是来，你就说我不在，让他走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说？他没见我，我知道他在耍性子。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想，要是真的见到他，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？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，与其见面伤心难过，不如就只是失望吧。不见就不见了，啊。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，他与我走得近，会很危险。我已经耽搁太久了，如今青天剑也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我要去找第3个人。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庄之祥已经去军营了。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，你没在。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。小海，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？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石小晴吗？在这儿干嘛？哦，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？走吧，今晚住我那儿。你要在这儿缩一夜，肯定要冻坏了。我叫向红，是第3小旗的小旗长。临军先退者，斩；背军走者，斩；行军不负队伍者，斩；不服差遣者，斩；军中奔车走马者，斩；违主将一时之令者，斩；叫阵而为者，杖100。你，就是你，你干嘛的？站好了，瞎动什么？回总旗长，我身上有东西。你还敢顶嘴？出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小晴。军容不端，杖10。眼泪差点都下来。来了10大板子，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。得嘞吧，真是活该。我当是谁了？这不沈公子吗？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？给你开个玩笑嘛。陈浩，差不多得了。军中严禁斗殴，你就不怕总旗长知道？啊！
看什么看？吃饭。走。走。忍着点啊。这药虽然疼，但效果极好，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。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，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？来，坐起来，慢点。军营里胜者为王，你越弱，就越被人看不起。毕竟以后上了战场，随时是生死一线，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。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，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，反而还帮我？就不怕我拖你后腿？你虽然看着弱，但却有傲骨。展浩那么强，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，就冲这一点，你这兄弟就值得骄傲。再说了，你又不会拖我后腿，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。你就这么相信我吗？你为了帮我，还被展浩打了一拳。小事，为了兄弟，这不算什么。哎，我还有个好东西。上好的竹叶青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。没有酒杯吗？要什么酒杯啊？大口喝，试试。这么喝酒确实痛快。以后我们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更爽。你先休息着，我去其他营帐看看。向红，谢谢你。来之前我就想，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。没料到，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。好好休息吧。你们真是胆大包天，还敢欺负他？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像这种小白脸儿，老子见一次打一次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，庄之行。真的假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年的不打球赛上，我在那儿当值，我见过他，就是这张脸不会错。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们谁都惹不起他。死到临头了，都还在那儿乐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，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？我今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，他回去跟他爹爷告状，我就活不成了。行了，算你命大。我已经把他哄好了，他是侯门公子，生性单纯好哄。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，事事顺着他，他只要高兴了，自然不会告你状。啊！小青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早知道我的身份，这才3番5次的帮我，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的。小青，你从小在侯府长大，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。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，今日展浩打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？那你说你相信我会变强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你出身于武将世家，自然不会弱的。所以还是因为我爹。
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交我这个朋友，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。你是平津侯的儿子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当逃兵是死罪，跟我走。还好今日遇见了我，不然你就出大事了。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快吃吧，吃完我送你回去。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，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？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，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。
下官参见大人。石权，不必多礼。大人，怎么搬到此处来了？这比里头敞亮，也方便进出，倒是一个奋笔疾书的好地方。大人倒是不拘小节。石权，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。大人内业愿意听下官说话，我应该感谢您才是。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3位武官郎，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。青天剑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岔子。新的人选，我会再仔细考虑。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，下官写的信倒显得外行了。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，那是楚怀明的问题。官不为民，何必为官？这样的情况，以后不会再有了。大人，楚怀明在青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，是直接处理掉呢，还是您想再看看？拿给我吧。楚怀明还有这喜好？不是他，是京城的大人物，皇上的亲弟弟，永荣王爷。永荣王爷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。楚怀明曾让石权帮他寻找古币，石权便透露给了我。楚怀明当上青天剑监正之后，便再无晋升的本事。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。永荣王爷，小心，自然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，唯有整套的真釉通宝，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但楚怀明没能找全，他缺了一枚，折3000。我有一个猜想，楚怀明想结交永荣，难不成是他知道？永荣才是平津侯和曹进贤背后的人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。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3人，还不够。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。第3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。平津侯和曹进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，我还是觉得，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，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。这样的人可不多了，永荣的确算一个。哎呀，永荣。有了。怎么说？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？朝廷规定，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1日。然后呢？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，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，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。那如果我有办法，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，不仅可以查他。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。对了，但师傅啊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，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？你小子，不就是差一枚折3000吗？偌大个京城，我还找不来个他了。交给我了。参见王爷。诸位大人，这是青天剑呈上来的，彻查民间迁葬架商
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。这位新监正甫一上任，便定下严明的政令，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。葬海指示无匹，若是按照这名单查下去，得罪诸多朝中大员，这青天剑该如何立足？这是新官上任，3把火。什么3把火呀？见过王爷。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，想到内阁来凑凑热闹，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？没有没有。王爷，石阁老，你刚刚说的是谁呀？就是新上任的青天剑监正藏海。藏海，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。哎呦，有意思！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。此事，各位大人怎么看呀？依我看，先依名单验一验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青天剑所说，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自先帝定下京察的规矩，6年一举，每次都会大核百官，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。既然有了这份名单，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，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。好啊，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能带来什么惊喜。别家伙，慢点慢点啊！怎么样啊，师傅？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，黑市我都没放过，嘴皮子都问秃噜了。说来奇怪，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。好不容易问到啊，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有通宝，就是那折三钱，保存妥当，品相完好，我就赶紧过去了。结果还是晚到一步，被人高价买走了。哎呀，气死我！你猜，买下他的人是谁？香安都。咱们还是低估他了。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？他就是在针对你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巧。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？再等3年。这样，我再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呢。我去找找看。那你去吧。去啊！也对，连您都找不到，我就更没戏了。小海呀，有这功夫，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祥老板那儿得到它。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，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，现在都在镇楼呢。这是阳谋，你躲不过的。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？500两啊！他可真舍得花呀。行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。嗯，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？房契在哪儿？小子，你想把房子抵给他呀？啊，抵给他我住去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。这样，我们先去客栈住，以后的吃穿用度，
大不了再节省些嘛。节省什么节省？小海，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。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这样，明天你就去诊楼，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。我去啊！我去顶什么用啊？人家现在逼的是你，我要是去了，给你涨到2000两，看你怎么办？没办法了，你不如好好求求向老板，低个头认个错，只要把他哄高兴了，向老板不会为难你的。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，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。不管他是什么目的，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。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家散了，都散了吧。要不你再好好想想。